好，各位业界先进，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化学物质年度申报作业以及系统功能的线上说明会。相信呢很多先进可能对我们每年的申报作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好，那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讲申报之外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一些线上的功能，包含变更资料和申请废纸这些功能，让大家对我们的去年刚上线的新功能有更多的了解。那可能很多先进呢是今年才刚接手化学物质登录的作业，刚好可以借由这样子的说明会来了解每年的这个申报作业的流程以及我们的登录制度。好，那现在就由我这边来先说明一下今天的议程。这边还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刚上线的话，务必要完成签到，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或者是在会议室的留言区有这个连结可以来签到因为大家都有这个报名这个都抢到这个报名的名额进来这个会议室来参加所以因为有留下这些记录，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签到来做这个名单的核对会影响到后续大家这个接受辅导咨询的权益所以请务必完成签到那如果说您在签到有困难的或者是签到遇到一些状况也都可以再请客服人员来这边协助你。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第一部分会先介绍这个我国的登录制度以及目前有哪些辅导措施可以来协助大家。那再来就是2点20呢会有年度申报作业的说明。那再来呢，第3部分会有目前登录系统跟工具的介绍，那包含了线上补充资料以及线上废纸功能的操作让大家了解怎么样现在透过线上就可以来完成补充资料跟废纸这2件事情。那最后我们3点会有综合问答 Q&A 的部分会来针对大家的提问单的提问来做说明。那首先呢，就由我来这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国的登录制度以及有哪些辅导的措施。那首先在法源依据的部分呢，依据《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第30条规定就是如果说您要输入的是新化学物质或者是您要制造新化学物质，那这个新化学物质它必须在制造或输入行为之前90天就要向中央主管机关来申请来提出这个登录这边很重要新化学物质是要在制造或输入前的90天就要来这个制造就要来进行这个登录。好，那核准登录之后才可以制造或输入。那在既有化学物质的部分呢，在新化学物质及既有化学物质资料登录办法里面第15条规定这个首次制造或输入既有化学物质达100公斤以上重点是100公斤以上当达到这个数量的门槛之后，应该在6个月内您已经开始运作了，运作的6个月内要来提出第1阶段登录这个新化学物质跟既有化学物质有时间上的差别请大家留意，新化学物质必须在输入或制造前就必须要来做登录才可以进行输入制造。那既有化学物质呢是已经开始输入或制造的6个月内必须要来完成。那在第18条的部分呢有提到，就是如果登录人取得了这个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完成码，也就是你完成了标准登录之后呢主管机关呢还会在指定期限内要您完成危害评估资讯以及暴露评估资讯。好，那以我国的登录制度呢，主要是针对2个对象，一个是输入者，一个是制造商。那什么是输入者呢？就是在进口报关单上面的纳税义务人就是我们认定的输入者所以就是看您的报关单上面填写的是哪一个公司那个公司呢就是输入者。那再来还有就是在国内制造化学物质的制造商这2个对象是我们化学物质登录管理的对象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如果是您是跟国内购买的话，是不需要来进行登录的比如说您是跟某一个贸易商，他从国外把物质进口进来，然后您是跟他买您的如果这个购买行为是在国内并没有报关的行为，那是不需要来登录的。好，那登录制度的流程呢，分成新化学物质及既有化学物质。那既有化学物质呢，就是列在既有化学物质清册的这些物质呢，被我们认定为既有化学物质，也就是说，在这个清册以外的都算是新化学物质。那新化学物质呢，又分为
少量检疫跟标准登录，依照不同的运作吨数来做区分。那既有化学物质呢，在运作量100公斤以上才需要来进行第一阶段登录。那在这第一阶段登录里面呢，其中我们也会公告，主管机关会公告这个标准登录的名单。那目前已经有公告106种，当达到1吨以上的时候呢，要来完成标准登录，来取得完成码。那在这个标准登录物质当中呢，目前已经有指定了4种物质，必须要在期限内要完成这个危害及暴露评估的资料补充。好，那不管是新化学物质还是既有化学物质呢，当您完成了登录之后呢，帮你的这个物质取得了一个身份证，完成了登录之后，就有义务要来每年进行年度申报，来申报去年运作的量，在每年的4到9月，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好，那在审查的部分，依照不同的这个登录方式，有不同的审查时间。像少量、低关注、第一阶段登录等等的，它是资料量比较少的，就是7天的审查日。那再来，如果是检疫或者是新化学物质要纳入既有化学物质清册，是14天的审查日。那在新化学物质的标准登录是45天。所以依照不同的登录的方式呢，会有不同的审查时间。那如果说有付与付款的案件呢，我们也会比照是45天的工作日，让大家了解一下审查人员的作业时间。那在审查完毕之后，会有可能提供审查意见，需要业者来进行补正。那补正呢，就是在接获通知期的30个工作日内，就要提出补正。那补正的次数以2次为限。所以很多的业界先进呢，会在接获这个审查意见的时候，会先借由这个咨询窗口，来咨询它的补正内容是否到位，是否正确，就比较不会用掉这2次，可以借由这个咨询窗口来做补正的咨询。好，在费用的部分呢，我们既有化学物质、新化学物质以及展研都有各自设定的费用。那如果您符合中小企业，或者是您属于学术机构的话，都可以有这个7.5折的这个优惠。那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呢，就包含了这个人数以及资本额，所以可以减负相关的一些证明，来证明贵公司属于中小企业，就可以有这个规费的减免。那当然，我们也鼓励现在在标准登录的部分，能够尽量减少这个动物实验。所以如果说以这个在皮肤刺激性、腐蚀性或眼睛刺激性这些试验上，能够用替代测试，来进行一个报告的缴交，也会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来提供资料，所以也会有审查费的减免。在工商机密保护的部分，总共有4项都可以来申请这个资料的保密，包含登录人资讯、化学物质的辨识资讯、制造或输入资讯以及用途资讯，都可以来申请保密，并只要这个缴交相关的费用以及展研的费用都可以来进行保密以及展研。那新化学物质最长为15年，既有化学物质最长为10年。在公开查询平台的部分呢，新化学物质跟既有化学物质都可以在公开查询平台进行查询。那新化学物质可以用中英文名称来进行查询那这个既有化学物质呢，目前可以用 case number 来做查询。那既有化学物质的这个呈现方式呢，会是以物质本身在国内的运作现况并不会去揭露每一个案件的这个登录人的资讯所以我们只会以物质为主角。来揭露物质在台湾的目前运作状况不会有这个个资或者是公司资料的这个公开。那再来帮大家这个比较一下在既有化学物质的部分，很多的先进常常会混淆几个名词，包含第一阶段登录、标准登录以及年度申报。第一阶段登录呢，刚刚有提到是你年运作量包含输入跟制造达100公斤以上的时候如果您是既有化学物质的话，就需要来进行第一阶段的登录达100公斤以上。那什么是标准登录呢？就是当您完成这个第一阶段登录之后，你的物质呢被列入这个指定物质当中像目前已经有106种的指定物质。当您的物质被列入这指定物质当中，而且运作量达1吨以上，才需要进行标准登录所以标准登录跟第一阶段登录的运作的门槛是不同的。
那什么是年度申报呢？就是当你取得第一阶段的登录码之后，你就有义务要来完成每年的年度申报。这个是每年的。那第一阶段登录跟标准登录都是单次的，就是这个物质输入或制造之后只要一次来做这个登录就可以。但是年度申报申报的这个行为是每年的4月到9月。好，再来，如果说您的物质呢需要进行标准登录的话，就要去区分它的级距。那有分成 CMR 物质跟非 CMR 物质。那什么是 CMR 物质呢 ？CMR 分别代表致癌、生殖细胞质突变跟生殖毒性这3种危害的分级如果这3种危害分级其中有1种被分在第1级，我们就认定它为 CMR 物质。好，那目前呢，主管机关这边认定的既有化学物质当中有2个。我们这个主管机关直接认定为 CMR 物质，那其他的物质呢，都是依照这个登录人提出来的资料，我们来这个供审查人员做判断。那最后呢，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有哪些辅导资源可以让大家更快的去这个来进行这个登录以及资料的提交。首先，在登录平台的部分呢，在首页登录平台的首页。首页上方有这个教育宣导以及法规与登录资料下载的专区。那在教育宣导这边有很多的影片线上教学，这些影片呢包含近2年的说明会内容，还有登录工具的教学、年度申报的教学甚至是现在很多先进呢正在提交的危害及暴露评估的报告的如何去填写的这个教学，都可以在影片线上教学的专区可以找得到。那在法规与登录资料下载的部分呢，包含了各种登录资料的撰写指引或者是如果您也想要用替代测试方法来提交报告，也有相关的撰写指引包含我们的登录办法，甚至呢您要提交公文，这边有一些常见的公文范本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还有我们要填写这个登录资料的登录工具 Chemis New X 3.0.2在这边可以进行下载。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个登录平台上面的这些资源那再来还有这个 YouTube 平台，那 YouTube 平台上面主要是教学影片，那教学影片是针对标准登录会有11支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标准登录重要的一些概念以及资料如何来进行填写所以只要搜寻呢化学物质登录，就可以在 YouTube 平台可以找到有11支跟这个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相关的一些影片。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这个雷凯毅雷工程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我们的年度申报的系统操作要怎么样来进行那就把时间交给雷工程师。没有分享成功，你可以再分享一次。如果大家刚刚针对第一部分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提问单上面来提出。好，它有点跑掉，我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年度申报作业的教学，包含我们的系统实际操作教学。那我会分成3个部分跟各位做介绍。第一个是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法源依据，第二个是我们实际的申报系统的操作画面，第3个是申报系统的一些相关便利性的功能跟各位做介绍。那首先4月到9月年度申报作业你完成了吗？那依据登录办法的规定，登录人在核准登录后，每年的4月到9月期间，应该要申报前1年制造跟输入的数量级距。那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完成申报的话，会处3万到30万的罚锾。那如果没有改善者，可以另起的停工停业。那另外相关法规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母法《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的第30条及第56条。
那以及我们的登录办法第24条。那我们所谓曾经核准登录的化学物质，是指其登录码还有效的情况下，那包含了第一阶段的登录，既有化学物质的第一阶段登录，以及新化学物质的少量简易跟标准登录。那这几个会取得我们的核准登录码。那取得之后呢，我们就是隔年的4月到9月要完成它的年度申报作业。那这边有备注说，就是低关注聚合物事前审定啊，以及我们的科学研发备查这2个项目是不属于核准登录的，那这2个是不需要进行申报。那我们的登录系统呢，就是在每年的4月到9月期间都会寄送这个提醒通知。那如果登录业者如果有收到这个提醒通知的话，那代表说你可能有一些物质还没有完成申报作业。那只要你有收到这个通知，就必须要再帮我到系统来确认一下，是不是都已经确认完成了。那详细的规定就是我们的第24条啊，每年的4月1号到9月，要依照我们附表时的内容去申报前一年制造以及输入量。那依照附表时的内容是包含2个内容，第一个是登录人的资讯以及登录码资讯，第二个是物质制造及输入资讯。那我们系统有一些便利性的功能，就是这个登录人以及登录码会由系统自动帮你带入，您在系统中就可以直接看到相关的登录人资讯，以及您应该要进行申报的这些核准登录码。那登录业者只要针对这些应该要完成申报的登录码去选择它的制造以及输入的集聚，就可以完成申报作业了。那接下来进到实际的申报作业的教学，那我这边会以新化学物质的画面来各位做说明。登录之后呢，在左下角会有一个年度申报的这个区块，进到画面中，我们系统会自动的帮你把需要进行申报的这些登录码资讯都帮你直接带入。那我们这边会以列表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中间有一些搜寻的功能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使用。那我们只要针对物质申报这一栏位去选择它的相关的运作集聚，就可以完成申报作业了。那这边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的制造量以及输入量2个栏位都必须要完成选取。那如果您可能只有输入没有制造的话，那你也是要在制造量这边帮我选取0公斤每年的选项。那制造量跟输入量都选完这个相对应的集聚之后呢，就完成了这个申报作业。那如果你想要查询过往的申报记录，也可以点选这个历程来做确认您的修改历程。如果说你完成申报之后呢，你还是不确定说有没有完成，那我们可以再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未申报物质筛选的按钮，或者是最下方的申报确认按钮，来确认说是不是还有一些物质还没完成申报。那这边有一个范例，就是如果我只有选取制造量，输入量是停留在请选择的选项，那这个物质也是会被判定为是未完成申报，所以要请各位业者再帮我留意一下。那以下会跟各位介绍一些比较便利性的功能。第一个是我授权使用自然人凭证来做申报。那如果是想要使用自然人凭证进行申报的话，那必须第一步要先以工商凭证完成授权。首先使用工商凭证登录之后呢，在右上角可以看到账号管理的这个按钮，点进来之后，可以新增你想要进行授权的自然人。那把相关资讯填完之后，点击新增，并且在下方的这个功能列表中，可以点击编辑，然后可以选择这个自然人的凭证是否可以申报全部的登录物质。好，第二个是授权由代理人进行申报。如果当初进行登录的时候是委托代理人进行登录的话，那我们在申报的时候是可以委托继续由代理人协助完成申报的。那首先在登录人的界面中呢，他的代理人案件的这个栏位中有显示代理人的相关资讯的话，代表说这个案件
当初是由代理人协助完成登录的，那您可以再联络一下代理人，说这个物质是不是也是由他们来协助您完成申报。好，那在我们上面的功能中，点击授权代理人申报。进到画面中呢，我们会自动的帮你列出可以进行授权的这些物质。那登录人只要选择你想要进行授权的那些物质，打勾进行授权申报，或者是你可以一次性的全物质进行授权申报。那我们进行这个授权的操作之后，都会寄送通知信给代理人。那如果你授权出去之后，你想要收回来自己做申报，也可以点击取消授权申报，或者是全物质取消授权。又或者是您有部分式的案件想要针对特定的代理人来去做授权的话，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式的全部授权，或者是条件式的取消授权。那点击授权之后呢，我们授权状态会显示为已申请授权，但是目前状态是代理人尚未同意授权。那因为我们这个机制是授权出去之后，会让代理人再确认一次，说是不是要帮您完成这个年度申报作业。所以建议说，我们登录人在点击授权之前呢，可以再跟代理人联系，确认说这个物质是不是要由你们来协助。否则有一些状态呢会卡在这个代理人尚未同意授权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申报作业的资格还是会停留在登录人身上。好，那我们来到代理人的画面。代理人的画面中呢，一样是有这个代理人申报授权确认的这个按钮。点击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刚刚由登录人进行授权的这些案件也会帮你列在这边。那我们代理人就可以点击确认说是不是要帮忙代为申报这些物质。那无论代理人最后是同意或不同意进行代为申报的动作，也会寄相关的通知信给登录人。那这时候登录人跟代理人建议还是要有一些沟通的机制，就是确认说我们这些物质到底是今年是由谁来完成申报作业。好，那接下来介绍我直接带入前一年申报量以及离线申报功能。那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带入前一年申报量的这个功能呢，是可以直接把相同物质、相同登录码去年申报的内容，直接再把今年带入进去。那如果你原本就已经先完成某些物质的申报数量的拉选的话，那点选这个按钮是不会把原本已经完成申报的资料去覆盖掉的。那这边要特别留意的是，因为你带入前一年申报量之后呢，是不能再取消了，就是它带入之后，你可能可以调整，但是不能再把它返回去仅选择的这个状态。所以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有分配给很多个自然人去完成申报这件事情，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说是不是要点击这个按钮。那带入之后呢，一样我们在历程这边也会显示说你是带入去年的申报资料。再来介绍离线申报功能。那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提供一次性的汇入所有申报资料。那如果您的应该要申报的物质数量比较多，可能几十或者是甚至上百笔的情况下，那这个功能就会非常的便利。那目前这个功能就是只有开放有工商凭证以及可以授权全部物质申报的自然人凭证可以使用。点击这个离线申报功能进来之后呢，第一步你可以先选择你要汇出的清单。那如果选择公司为登录人或代理人，代表就是下载你目前这个账号底下可以申报的所有物质资讯，都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会是一个 Excel 档案。打开这个 Excel 档案，可以看到我们的 F 栏跟 G 栏，它是有就是今年度的申报的制造量跟输入量。那你可以在 Excel 中这边做拉选，那你也可以把这个集句复制贴上。
那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集句的内容要帮我完全照我们那个下拉式选单的这个文字内容复制贴上，就不能自行再做修正。那如果说你可能发现某一些登录码目前还没有打算要做申报的话，你可以把整笔的资料先删除。但是如果这个我们直行的部分是不可以变更它的顺序的，就是这个 A B C D E F G 这些是不能变更它的顺序，那你也不可以自行的增减，否则你在最后汇入的时候都会出问题。好，那请记得，如果您采用离线申报的部分的话，一样制造量跟输入量的部分也都要帮我拉选对应的集句。好，那我们在 Excel 中完成编辑之后，请帮我另外另存新档成这个纯文字档，就是点 CSV。那我们可以看到存档的时候，可以看到有2种 CSV 档案，这个2个档案都可以使用，都可以正常的汇入到我们的登录平台。好，另存完档案之后呢，我们就回到登录平台的这个申报清单汇入的功能，那选择您刚刚完成编辑的 CSV 档案。那点击汇入之后，我们会有弹出视窗来显示您刚刚汇入的资讯，包含几笔物质的集句汇入成功，又或者是有几笔的集句未完整填写，那有可能也有出现有误的情况下，那建议登录业者可以汇入后都再重新回到前面的页面去确认是不是都有正常把这些集句汇入，那也可以点击未申报物质筛选来做最终的确认。那如果说您发现有一些物质就是在汇入的时候有误的情况下，然后找不到原因，那会建议您可以把这个清单寄到我们的登录咨询窗口这边，那我们会由专人帮您确认说你这个档案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存在，然后我们就会帮您找到这个错误的情况是大概是什么原因而发生的。好，再来是我们登录平台这边有提供历年申报资料的查询功能，在左下角历年申报资料有分计划跟新化2个查询功能，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查询的这个年份资料，那包含了右上角你也可以去下载那一个年份的申报资料来整个清单来做下载。那再来是既有化学物质的部分呢，我们有提供一个栏位叫做是否属于奈米物质。那这个提供给登录业者来回报主管机关这边说，这个物质你可能后续有运用到它的奈米物质的定义，那你可以在这边去勾选是属于奈米物质，然后并且选择你使用奈米物质的相关的用量。那相关的奈米物质定义呢，可以参考既有化学物质指引的相关物质指引的附录4的说明，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右上角这个问号的图示中显示奈米物质的定义，那包含我们在尺寸、维度以及所占比例中都有各自的条件需要去符合，那我们就可以称作这个物质是做奈米物质。再来，我们今年有新增的这个新化的部分，有一些相关的功能。第一个是新化的付与付款案件，那我们今年有扩增了，因为付与付款案件呢，它可能是以每月或者是每季来做申报的。那其实我们一整年去年都可以收集到相关的运作的数量，所以我们在年度申报作业中呢，我们会直接帮你自动计算前一年的总量，并且帮你带入相对应的选项，那我们登录业者就可以不用重新针对这个付与付款物质来重新计算它的运作数量，并且再重新拉选它的集句。那建议我们系统计算带入之后呢，我们业者还是可以再确认一下这个集句的总量是否有正确。那如果觉得有疑虑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回头检视这个付与付款的填报的内容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做调整的部分。在第二个我们
也扩增了新化的集聚检核的逻辑。那我们会针对您当初所做登录的这个原始类别呢，去检核它你目前的申报的运作集聚。那如果有超过的情况的话，我们会特别跳出提醒文字来提醒您说，你目前选择的这个集聚已经超过原本的核准登录了。那您可能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有选错的情况。那或者是说，你可能真的这个运作数量真的是超过原登录集聚，那可能就要请你依照登录办法的第24条规定来重新申请登录，或来做集聚升级的申请。那这是今年所扩增的2个比较相关检核跟便利性的功能。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登录系统的工具，还有线上的补充资料，以及线上废止功能的相关说明。首先，我们的登录平台的首页可以在法规与登录资料下载中去找到相关的登录指引。那建议就是第一次来进行登录的业者可以来先阅读我们的登录撰写指引，那包含了既有化学物质的标准登录，以及相关的新化学物质跟既有化学物质登录的撰写指引，那会比较了解我们每一个栏位要填写的定义啊，或者是要填写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的新化包含新化的少量简易跟标准登录，还有我们的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这几个项目呢，都是采用离线工具的方式来去填写登录资料。那我们在登录工具下载中呢，下载了这个离线工具，然后进行安装。我们在里面填写完资料后，再来汇出我们最终的登录资料到我们的登录平台去做上传。那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登录的流程。首先，先打开我们的离线登录工具后，我们选择相对应的登录类别，并且新增物质后，我们填写完相关的1到9大项的资料。那不同的登录类别有不同的资料要求，那建议这边业者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检核的功能去快速的检视说是不是有一些应该填写的栏位没有被填写到，那这边都可以提供给业者去做快速的确认。那填写完我们登录资料之后呢，点击汇出档案资料，可以汇出我们的 XML 档案以及 DIP 档，那2个档案最终是要到我们的化学物质登录平台来做上传。那这边简单的稍微说明一下，以新跟旧版的这个工具内容，最大的差别呢会是在第2大项。第2大项以前的 PROC 的这些选项呢，可能都是放在同一个栏位去做勾选，那可能就会有蛮多业者会把应该勾选的内容去漏勾了。所以我们在新版中呢，有把这些栏位把它拆开来，那这些栏位的分类会让业者更加的选填，然后避免缺漏情况下。好，那如果您当初进行登录的时候是以最旧的那个版本来进行登录的，那目前您可能遇到了需要做一些资料的调整啊，或者是需要做补充的情况，那我们这边登录平台有提供可以线上去下载您当初经核准登录的档案。那这个档案呢是有分您当初最旧的那个版本，以及我们最新版的资料内容。那如果你想要汇入到这个新版离线工具中的话，要请您帮我下载这个新版的 XML 档案。那下载下的这个 XML 档案呢，可以汇入到离线工具后，然后再填写完你想要补充或更新的内容，再进行一次检核，然后再选择全部汇出。那因为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属于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案件，要补充8、9大项资料。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便利性的比较友善性的方式，是您可以汇入档案之后，然后填写1、2、8、9章的内容，这些内容去做更新。更新完之后，您可以不用进行
验证，不用进行检核，就可以先选择全部汇出。那我们登录平台是有接受这样子的档案可以上传，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就是汇入档案之后，还是可以完成检核，避免说未来还有一些情况下会请您再补充档案，或者再请您补充资料。好，那对于新化而言，我们有一些栏位的新增跟变更会差距比较大啊。那汇入之后呢，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新增的栏位，它是虽然是必填的，可是它却没有资料。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最初登录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些应该要填写的栏位。那你在汇入之后呢，我们也会建议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去做更新。那这边是有一个范例是针对材料与测试方法这个区块，就是包含了有一些格式的改动，例如说这个测试规范以前是以人工手动去填写，那目前是改成下达式的选单，那以及这些配置资讯过往是都没有收集的，那我们新版都是有把这些栏位再增加上去。那最大原则就是我们把资料下载下来，汇入到离线工具之后，我们可以再重新检视一下，说有没有哪一些资料是应该提供，或者是可以提供的。那我们就来检视一下，然后并且再重新的把它更新上去，再来做提交。那到我们的登录平台上呢，我们有提供资料变更跟补充的功能。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初的那一个登录按键，然后最右侧会有一个变更补充资料的按钮，点击下去呢，我们就会展开您可以填写的相关内容。那目前有提供线上可以申请变更的补充内容是以下，包含了你的登录类别，可能是级距提升、标1升标2等等的。那第二个是我们联络人的基本资料，还有登录人的相关资讯。如果你当初是由代理人提交的话，也会有登录人资讯可以做更新。那再来是针对委任授权文件以及 CPI 附件，还有我们的登录资料、PyMail 档以及我们的附件 lib 档，都可以来做变更跟补充。那确认好你要变更补充的内容之后呢，要点选并且填写这些申请原因，然后你也可以上传额外的证明文件。那针对标准登录第2级的部分呢，那你目前是可以主动来提供这些补充危害以及暴露的评估资讯。那也是透过我们这个线上的资料变更与补充功能，去点击变更补充资料功能，然后勾选你的 XML 档以及 lib 档，来去做完整的更新。那目前这个应补充资料以及原因是必填的栏位。那我们未来呢，会预计会扩增这个变更补充类别，让业者来做勾选。那包含了我们指定补充资料是可以勾选，你是要补充哪一些项目，包含了第1章可能第1到第9章的资料。那再来是我们提升登录类别，然后会明确的让你确认说你这个案件是属于第几级，来提升到第几级。再来是变更案件资讯以及联络人资讯，那在这边可以让你们再次确认说我们的这些案件资讯是否都是正确的，都确认说是要做变更的。好，那这边这几个必填栏位，再请各位业者要帮我特别留意一下。好，接下来说明废止登录码的线上申请功能。那依据我们登录办法第27条第4项的规定呢，那登录人有以下情形的情况，可以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废止原本取得的核准登录码，包含了你可能是申请变更登录类别，然后跟原本核准的登录不符合，并且重新申请，并得到新的核准登录码。第二个也是最大宗的是你的化学物质已经不再制造或输入了。那目前是由我们登录平台来线上提出申请。
那目前有提供申请的主要3个项目，第一个是不再制造输入，第二个是不适用登录办法，第3个是重新申请经核准登录类别，那第3个是只有新化学物质才适用的情况。那目前如果您的情况不属于像刚刚所述的3种情况的话，那你还是可以以纸本公文的方式来提出申请。那这边包含说你可能是过往有很多个代理人的情况，帮你重复申请了相同的物质来做申请。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合并起来，就会有部分的登录码要做废止。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个线上可以申请的项目。那这种情况就可能要请你以纸本公文的方式来寄到化学物质管理署这边。好，那以下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线上废止的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我们左方的功能列中，新化学物质跟既有化学物质有分别2个功能是废止注销登录码，所以这个新化跟既化的部分要请各位帮我们分开申请。那点进来这个废止注销登录码功能之后呢，可以点击这个申请废止的按钮。进来第一步，先确认您的公司基本资讯以及相关联络人资讯是否正确。那这个相关联络人资讯呢，都会依据你的工商凭证的基本资料来自动帮您带入。那确认无误之后呢，点击下一步。第2步，先选择你要进行废止的这个收件码。那这个收件码旁边会标示说，这个收件码里面是有包含的几笔物质。然后选择这个暗号完成之后，点击右下角的这个确认。点击确认之后，会展开你要废止注销的这个清单。那每一个收件码里面都会有一些登录码需要去做编辑。接下来就点击编辑登录码。点击编辑登录码之后，会有2个情境。第一个情境是这个案件当初是由登录人自行完成的这个登录码，那我们就是选择您要进行废止的登录码项目，然后在物质资讯中，我们会自动帮你显示它的 case number， 然后在申请原因中，请您选择你要申请的这个废止的原因，包含的可能是不再制造或输入，或者是它不适用于登录办法。那如果您这个收件码里面的物质非常的多，或者是例如说可能是上百笔的这个登录码的清单的话，那我们有提供一键带入的功能，您就可以不用一笔一笔的去拉选你的废止原因。那请记得，只有不再制造或输入的情况下，这个备注说明跟佐证文件才可以不用填写。如果您选择的是不适用登录办法的这个原因的话，那备注说明跟佐证文件都会变成必填栏位。那第2个情境是，这个收件码当初是由代理人协助完成登录的。那这个点击编辑登录码之后，最大的差异是在物质资讯的部分。这物质资讯是不会带入让登录人查看的。那后续会由代理人来协助确认。那在您确认提出申请之后，我们会通知代理人要到线上来确认相关的物质资讯是否正确。那这个是登录人的这个编辑完登录码，点击下一步的画面，我们可以在这边最终的预览它的最终的这个要废止的清单，包含了这个物质资讯的部分。然后确认无误之后，点击提交，你会收到一个 RC 开头的收件码有看到这个收件码，代表你已经提交成功了，你就可以返回画面。接下来我们看代理人的画面。那刚刚有提到，登录人提出申请之后呢，如果某一些物质是由代理人协助登录的，那送出之后会由代理人来确认相关的物质资讯。那我们的这个央视功能底下申请状态，代理人的画面会看到代理人确认物质资讯中的这个状态。那点进来这个画面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登录人想要申请废止注销的清单是
会列在这个画面中，然后并且会直接帮你带入相关的物质资讯。那这个步骤是要让代理人确认说，登录人所提出来的这个物质，确认是已经不再制造或输入了。那我们之前也有发现过，有一些情况是，登录人其实不知道他后续会不会再使用到这个物质，所以他提出申请，但是代理人比较明确的知道说，他可能某一支产品后续还是会用到这个物质，所以会建议说就不要进行废止。所以这个代理人的确认程序是比较重要的一环。那在代理人的部分呢，可以选择退回登录人来做修改，或者是物质资讯无误送出。那送出，点击退回登录人修改之后，要请代理人帮忙填写一些相关的说明，来确认说这个物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边针对废止的这个线上申请呢，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就是核准登录码经废止后是没办法复原的，所以要务必在提出申请前要确认清楚内容。再来是，如果您所申请的案件包含了很多家代理人，那你这个案件就需要等到所有的代理人都完成的确认程序，最终才会到我们后台可以进行正式的收件，以及进入正式的审查阶段。再来，如果您的申请案件如果需要进行补件的话，那我们这个预设是30天的工作天，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进行补件，就会自动失效。那后续如果还有申请废止的需求的话，那就要必须请您再重新提交新的案件。好，那以上是针对年度申报，还有线上的资料变更补充，还有我们的线上申请废止的功能做一个大致的说明。那如果针对内容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再用提问表单的方式来提出询问。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卢泽玉卢经理，谢谢。好，谢谢雷工程师哦，非常详细哦，非常完整的说明。啊，接下来就会进入我们综合问答与讨论的环节。好，那刚刚有蛮多的先进哦，也已经用线上表单来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整理一下。所以在此之前呢，刚好主管机关这边配合目前国家有一个关于性平的这个宣导影片，性别平等的宣导影片，让大家先来收看一下性别平等的宣导影片。那我们再利用这个时间呢，来整理一下大家的问题，等一下来做个回答。好，那请这个雷工程师帮我们播放一下影片。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还可以持续的再填写表单。目前没有声音，可以调整一下声音。提升多元观点。公司面临严重缺工 ，Boss 开始反省，要营造性别友善职场，把握女性人才，解决缺工问题。弹性工作模式，推动工作生活平衡，留住人才，提升竞争力。招募不同性别与多元职员，提拔女性模范，提升多元观点。打造性别友善与多元共融职场，增加员工对企业认同感，落实性别平等，职场更友善，赢得好人才。做好性别平等，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提升企业形象。为了解决公司问题， Boss 马克与伙伴们即将展开一场 Look Up 拯救公司大作战。职场性别要友善，尊重差异真伙伴。
好我们很快的播放了这个短片哦。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这个 Q&A 的环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提问啊，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持续再提出来哈。好，这边我们先来回答常见的我们先来回答常见的一些问题哦，包含这个第一个哦，如果我是国内购买的话，那是不是需要登录呢？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了哈。如果是国内购买的话是不需要，是这个不需要来登录的，因为我们只针对输入或者是制造的业者。好，那再来呢，就是化学物质如果不再制造或输入，是不是还是要依法完成既有化学物质的标准登录？好，那当然，如果说确定未来这个物质呢，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结束了，或者是这个下游业者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不会再制造或输入的话，就可以来申请废止。好，那刚刚这个我们在说明会当中也提供了大家现在可以很方便的线上废止的一个这个方式。所以就可以直接透过线上来进行废止，不需要像过去这样要再提交很多的资料，直接在线上就可以了。好，我们看接下来的内容。好，那如果说这个登录数量如果有错误的话怎么办呢？因为很多的先进呢，过去在登录化学物质的时候可能没有留意到，它在进口的时候这个产品的化学物质它是其中一个配方比如说我进口甲苯。甲苯只是我混合物的其中一个配方，它有这个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我是50%的甲苯，那它可能忘记换算了，所以重量出现了这个错误所以可能当初登录集聚的数量有这样，因为忘记换算成这个比例而有错误的情况，都可以来申请转换集聚。好，那这个时候就用书面公文来提出申请。那这些公文呢，在登录平台我们的首页有相关的一些范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再来呢，如果发现申报数量错误怎么办呢？当然跟刚刚的状况是一样的都是后来才发现数量有误，不管您是当初的登录数量有误，或者是申报数量有误都可以来文来更正这个集聚。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那公文的受文单位跟地址这边大家可以把它抄下来这个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这个需求，未来可能有这个需求，都可以把它抄下来受文的单位呢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里面的评估管理组。好，那地址呢是大安区大安路2段132巷35弄1号这边。好，那再来有业者呢也蛮常提到，就是这个如果是代理人完成第一阶段登录。好，那当然这个登录人呢就不知道这个物质是什么因为是代理人完成的嘛，那是不是还是要完成标准登录那当然我们要先厘清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标准登录就是您的年运作量要达1吨，而且是指定物质当中的指定清单当中的物质目前这有106种必须是这106种当中，而且曾达1吨才需要完成标准登录所以呢以这个状况来讲，如果您符合标准登录的条件，那还是需要来完成这个标准登录那当然，这下面有帮大家列出4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原厂跟代理人表示说，贵公司目前有在用的这些物质里面已经不含有在用的产品里面已经不含这个物质了那他们可能可以建议你来做废止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物质嘛所以代理人会告诉你说，这个可能原厂的配方有做调整你这个登录码可以进行废止等等的。那第二个呢，代理人会协助你完成既有化学物质的标准登录因为他知道是什么物质所以这个第二个情况是多数啦多数都是第二个情形，就是代理人会协助登录人来完成标准登录。登录人这时候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去确认，那请问你什么时候会帮我完成因为标准登录它是有期限的所以登录人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确认代理人会完成的时间。再来呢，有可能第3种情形就是第一阶段登录是由 A 代理人，但是呢等到了标准登录呢会转由 B 代理人来协助你完成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再来第4个呢，就是
代理人不协助完成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这个就是当初他帮你做了第一阶段登录完，他就不管你了哦。这个后面的这个标准登录呢，可能这个你找不到人，或者是这间代理人呢，他的公司呢，有一些公司的状况等等的，没有代理人来协助您，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由这个咨询窗口这边来协助你们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好，那再来很多先进会关心的哦。那如果我真的没有依照时间完成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会不会有罚则哦？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管理法是怎么写的哦。依据《毒性及关注化学物质管理法》第56条有规定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这个标准登录的作业呢，它是有一定的罚则的。那也不是说罚完了我就豁免了，罚完了我就不需要提交标准登录了，它是限期改善。那如果没有改善呢，还可以再一次就可以暗自处罚所以呢，它是这个处罚完还是得交那不如就在期限之内赶快完成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完整的辅导资源可以来协助大家所以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甚至还走到后面被停工、停业或退运，这个都是不乐见的大家都可以善用我们的辅导资源来协助大家完成。好，那有先进呢，最近常常会遇到我们去年没有制造输入这个物质，还需不需要申报？这个概念很简单，只要你的物质它的第一阶段登录的登录码，我们可以上你的这个系统你用工商凭证，然后用自然人凭证登录之后，你只要看得到你的物质有登录码，这些有登录码的物质都要进行年度申报即便它是没有运作，都要来填0让我们确保您知道您有这样子的物质还在您的这个义务的处理范围内。那如果说刚刚前面就有提到，确定未来都不再用了，那也不想要每年来点这个0，不想要每年来点这个申报，那您就可以申请线上的废止就可以避免后续还要去这个思考要不要申报的问题。好，只要登录码还在，就一定要申报。好。那这边有先进呢，也常常提到，我们是跟国内厂商购买的我不是自己进口的，那我未来也不会进口，也不会制造那申请废止后可以不申报吗？好，这个就是说您过去可能有进口那现在开始呢，您决定不进口了，只跟国内其他厂商购买那当然您过去进口的行为呢，这个已经不存在了，那未来也不会再进口了，那就可以来申请废止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必须在申报截止前完成废止好，提醒大家申报是9月底，要在申报截止前完成废止。好，再来先进也常问到如果我输入了某个货品呢，是由多个物质混合而成，这很常见就是我输入一个产品里面有超多种化学物质2、3种或者是5、6种都有可能，怎么样计算申报数量呢？这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按成分比例换算，这个也是很多先进当初在登录的时候可能忘记按比例换算导致在当初登录的时候数量报错。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用物质来做登录这个登录的这个主角是纯物质，所以我们要每个成分来个别乘以它的比例。比如说 A 物质它是占 40%， 那我就是用比如我就1000公斤乘以 40% 那我就要申报400公斤这样子。好，那再来这个有先进也问到说我每个月都有申报毒化物那是不是我就算是申报了呢？好，这边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化学物质它分成两个管理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化学物质登录的这个管理，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它被列为是毒化物的话它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管理系统，就是毒化物的管理所以毒化物的申报呢跟一般化学物质的申报是不一样的两边都是需要去完成申报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9月底前要完成的申报呢是这个一般化学物质的申报那我怎么样确认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年度申报作业？好，刚刚这个我们雷工程师也有提到，这边再次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您可以在您的这个您工商凭证登录之后呢，可以在年度申报的页面可以看到有这个未申报物质的筛选，您点击了这个按钮这个如果出现说您已完成申报那就很明确了，你所有的
这个物质都已经申报完成了，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直接去点选这个筛选。如果没有申报的，它就会跳出来；如果都申报完了，它也会跳这个通知啊，你已经完成申报了。好，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很多可能先进可能不清楚啊，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跟我们做这个客服咨询。那咨询窗口可以透过电话跟 email。那现在还蛮多先进会透过 email， 因为可能会需要减负一些画面或减负一些资料，都可以透过 email 来做咨询啊。那或者是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都会转到专人这边来协助您啊处理这个您的提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过头来要来解答大家的提问单的内容。那如果说您没有提问的话，您现在也可以开始填写满意度调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满意度调查这个调查表一些回馈啊，让我们下一次的说明会可以做得更好。在这个会议室的右下角的这个讯息栏里面也有满意度调查表的连结，可以点选来帮我们填写一下满意度调查，1分钟啊，让我们给我们一些回馈。好，那我来看一下现在大家的提问。好，我先来回答哦，就是全国公证这边有问到关于这个申报是不是可以由申报是不是可以由非原代理人的第三方进行申报啊？也就是说，这个申报案件呢，它是由 A 代理人来登录的。但是现在想请 B 代理人来进行申报，原则上是这样哦，我们的申报只能由这个登录码的登录人，就是这个登录码它是哪一个登录人，或者是这个登录码是由哪个代理人来协助，只能由这个登录人或代理人来进行申报。如果现在呢要变更，请这个 B 代理人来协助申报的话，那就要先完成代理人变更的流程，由这个新的代理人完成申报作业。好，所以如果您想要请新的代理人来帮您申报的话，不是原本的代理人哦，你想请新的代理人来完成申报，那你就得先提出这个代理人变更的这个申请。那完成了这个变更流程之后，再由新的代理人来完成申报。好，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在申报期限之前完成啊，要在9月之前完成啊。好，那再来有位先进呢，这个索马龙啊，这个先进呢有提到标准登录的资料啊，因为可能资料有需要去跟原厂授权会需要一些跟资料库授权，所以往往会需要一些费用即便是参与这个共同登录都还是需要大家去分摊这个资料的费用。那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有其他的平台，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再去去分摊这个资料费用的部分这如果说在标准登录的这个作业上呢，这个费用是您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或者是说您这个目前找到的这个领导登录人，他的费用可能跟贵公司的策略不是这么的吻合那其实蛮多的物质都有2个以上的领导登录人每个领导登录人的资料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您可以去选择您合适的这个领导登录人他的资料的准备方式可能是你比较能够接受的您可以选择让您合适的领导登录人。好，那如果真的您选不到合适的领导登录人呢，您也可以选择自己来提交这个资料，我就不要跟着去准备这些授权资料，您也可以选择自己来提交资料。那自己怎么提交呢？您可以来咨询窗口这边来预约我们的咨询辅导，我们会有专人来协助您来准备这个标准登录的这个内容。好，这个来协助您完成标准登录，就是您自己准备，我就不需要去跟这个共同登录的团，也是可以的。那当然跟共同登录的这个团呢，对您来说是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有一些费用上的考量，可以由辅导咨询窗口这边来协助您完成资料的填写。好，那再来这个喜提达物流有问到说很多的业者是报关物流业那报关单上面的纳税义务人可能就是这个报关物流业来负责但是这个纳税义务人他本身呢只是负责交易，对货物的成分不是很了解，
那这样子呢，是不是还要来进行这个登录？有没有什么建议的作业方式？好，这是第一点。那针对这第一点问题呢，以一般的进口情形如果您的进口报关单代码是 G1，如果您的进口报关单的代码是 G1，那原则上应该以纳税义务人来作为这个登录人，所以我们还是认这个报关单上面的纳税义务人。所以虽然您是报关物流业，但是你是被写在报关单上面的纳税义务人，那您还是这个需要负这个登录的义务。那当然，如果说您对这个登录的这个流程不了解我们都可以来协助您，可以来辅导您。那如果说您对这个登录物质本身不了解，您也可以跟您的这个客户来做一个这个交流，来做一个确认。好，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如果实际的货物拥有者为国外公司，而且在台湾没有法人，那货物用保税的方式来进口然后来销售给台湾的保税工厂，是不是还是要来登录申报呢？这个保税货物因为它后续的流向这个或实际的运作状况有很多种那所以会有不同的登录人认定方式，所以呢，这个它确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可能需要请这个您遇到相关状况的时候，要收集这个不同流向的相关报关单跟这些资料，然后可以来信咨询窗口减负您的这些报关资料跟相关的佐证资料，我们来以个案的方式来协助您判断登录人应该是属于哪一位先进，哪一位业者。好，再来杰史雅这边有问到，如果申请了这个SRD 就是科学研发认证科学研发之后呢，这个如果进口了新化学物质，后来又马上再申请少量登录且经核准，是不是可以再持续的进口这个99公斤？因为少量登录是100公斤以下嘛那他的问题简单来讲呢，就是我申请了科学研发认定之后，如果我再申请少量登录的话，那这个科学研发认定的这个量跟少量登录的量是要合并计算呢，还是要分开计算？这边我们要先厘清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物质进口真的是单纯用在实验分析研发并不会用在任何跟生产这个商业产品相关的这一些用途，确实只是拿来做科学研发，单纯只是做实验那也通过审核认定为可以作为这个科学研发的话，那这个物质呢就只能用在这个审核通过的科学研发用途。那就算有多出来的这些量，都应该要依法来妥善的废弃不能再保留下来使用。所以科学研发这一块它是独立运作的确保它是在实验室是在研发的这个环境去做使用。那后续呢，如果确认我要进比较大量要来真正来生产线上去做使用的话，那就依法要完成登录，我就刚刚讲的少量登录。那因此呢，这个少量登录的这个年运作量就要独立计算。那申报的话也以少量登录码的这个运作量为主来进行申报。科学研发认定的量是不需要进行申报的，是少量登录之后少量登录的量就必须要来进行年度的申报。所以这个两个是分开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很确定一开始的这个科学研发就完全是用在实验室，这就不在我们登录跟申报的范畴内。好，那这边同样也有一位先进就是瑞仪光电有问到科研的方式进口需不需要申报？好，那这个科学研发呢未满1吨者就要这个申请备查主要是备查那这个科学研发呢这个申请完呢是以1年为限，1年后就必须要再重新的申请所以这个科学研发的这个是不需要进行申报的。但是每年如果你每年都有科学研发的需求，每年都要来进行申请备查因为它的期限只有1年。好，再来建大工业有问到就是我司如果要引进新化学物质，要先完成标准登录或简易登录，那登录需要有实验数据，那无法引入的情况之下，如何做实验取得其数据？那以目前我们知道的业界操作的这个方式呢，都是第一个可以先向原厂先向这个输入的原厂来索取资料
好，那或者是如果您只是单纯还在实验分析的阶段，贵公司只是暂时先进口来做实验分析，那就可以先来申请科学研发用途，好，来进口，好，完成相关的实验跟检测。好，如果说要先进来这个先做实验，先做研究，那就可以先用科学研发用途来先做个申请。好，那以上如果说有回答的不够精确，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或者是还有需要补充提问的这些业界先进呢，也都可以再补充提问。好，那接下来我先把时间交给这个雷工程师来为我们回答系统方面的问题。好，谢谢卢经理。那我们问题都会持续收集，那我们就会陆续的做回复。那这边有看到有一个凯明精密的先进，询问说，曾经有申请的有一个原料来做申报，这边应该是指登录啦，原料的登录，然后过了多年，这个原料已经没有在使用了，那要怎么取消这个原料的登录？那这个如果确认已经不再制造或输入这个原料的物质的话，那你可以来提出废止，然后废止之后就可以不用再做后续的年度申报作业。那再来是，有一个必祥电能的先进问到，有一些新化学物质有一些增加，那需要新增哪些需要废止？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列表或搜寻的功能来防止遗漏申报？那这边应该是在问说，我们最终的年度申报的那个页面啊，是主要有哪一些物质需要做申报的这个作业？那基本上你只要点到相关的申报的功能里面去，只要看到这个物质出现在我们的申报页面中，条列式的方式出现在那边，代表这个物质就是需要做申报。那业者疑虑可能是说，如果我这些物质已经废止了，还会不会出现在这里？这边是不会的。如果你这个物质在申报期间完成废止的程序，那这个物质会自动的从这个列表中剔除掉。那你就不用再重新的检视说这些物质有没有申报到，就是最终你可能只要去确认这个页面中的那个未申报物质筛选，点进去，点下去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还有哪些物质需要做申报，哪些物质是不需要做申报的。那你这边就可以很快速的去确认。那再来下一个先进有提到说，是新接手的申报，然后完全没有操作过，要怎么开始这个作业呢？那首先你要确认说您能不能拿到公司的工商凭证，那或者是您手上的自然人凭证是不是能够申报所有的物质？那这个会有差别，因为如果你没有授权可以申报所有物质的话，你就只能看到你当初所登录的那些物质。但是我们的申报规定是你这间公司的所有物质都要完成申报，所以你可以先确认能不能拿到工商凭证，这个权限是最大的，所以你如果拿到工商凭证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再来下一阶段就是登录到系统之后，就我们的简报里面有演示到这个画面，在左下方的年度申报区块，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你所需要进行申报的那些物质。那就是你要去计算这些物质的它的去年一整年的运作量到底是多少，计算完之后去拉选它的数量集聚就可以完成了。那如果你还是比较不确定要怎么操作的话，你可以善用一些我们的客服管道，或者是我们的观看我们的教学影片，这些都是可以提供先进来做参考。那下一位先进有提到说，你们在申报的时候是8月进行，然后区间是选择前一年的8月到2025年的7月。好，这边的规定呢，申报作业的规定是申报前一年一整年运作量，跟你什么时候来做申报作业的时间点无关。也就是说，例如我现在2026年要做年度申报作业，那我计算的会是这个物质在2025年的1月到2025年的12月一整年的运作量是多少，所以跟你实际来做申报时间点无关，它不是
往前推1年，它是在计算你前1年的整年的运作量是多少。所以这个先进可以再帮我留意一下那个申报计算的时间。那再来，先进有问到说有关新旧工具的更新流程。那今年在测试的时候有遇到更新档案，并且上传没有经过检核的档案却被系统阻挡的情况下，那这个有分2种情况，2种档案。第一个是你是属于新化学物质的补充，还是属于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补充。我们目前开放可以接受未经检核完成的档案，是针对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档案，才可以接受这个没有完成检核的档案来提交。但如果您是属于新化学物质的部分要来做补充资料的话，那因为新化学物质的规定，相对既有化学物质比较严格一点，然后所需要收集的资料也比较严格。那所以如果您的档案是新化学物质的话，那这部分还是要请您正式的通过检核，这份档案才可以来提交。那这个是新化学物质以及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的差别。那如果说还是有不太确定的地方的话，那可以请先进把您的档案寄到我们的登录咨询窗口这边，那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协助您做确认。好，那目前有关系统的部分先回复到这边，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卢经理，谢谢。好，那接下来我这边持续的来回答先进们的这个提问哈，就是金山彩艺这边先进有提到进口的原料要怎么样确认哪些是要申报化学物质登录也就是说我今天进口了一批原料，我怎么确定哪些要登录？好，那这个就要回到我们的登录办法在这个您有制造或输入行为的这些物质，我们需要先去看一下这个登录办法。登录办法的第4条有这个提到需要完成登录的这个范畴。好，所以这个如果说您是在需要登录的在登录办法所列需要登录的这个范畴内，这些物质都需要来进行这个登录。好，那如果说您很难判断，您也看过了登录办法，但是觉得还是很难判断，那您就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进口的这个 SDS 这些成分的资料可以寄到咨询窗口这边来来进行咨询。好，再来环球油漆先进有问到关于既有化学物质的补充资料的问题。好，目前这个现阶段官方审核的周期是多少？然后在5月份有公布了第2批既有化学物质的这个名单。那具体什么时候需要完成？那关于这个8、9大项的审查呢？这个目前呢基本上都是只要业者提交这些补充资料之后都会马上进到审查人员这边来进行排程来这个审查。那具体的审核周期要看当下的案件量，因为它是补充资料嘛，所以它不像这个登录这样子，它是有硬性规定什么时候要来提交，所以这个补充资料有时候可能一次好多业者同时来提交那这样审查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要排程可能会排的比较长一些，但是如果刚好这段时间都没有人来提交，那审查时间就快一点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审查时间，原则上就是审查人员收到补充资料的提交之后会尽快的完成审查。那关于第2批的既有化学物质的这个完成的期限呢这个会等到这个后续如果登录办法它修法有草案的时候就会一并来公告。那在这个之前呢也办过了一次这个第2批既有化学物质的这个座谈会那在会议中也针对这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有做提问那如果说还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再来做咨询，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料会再放到这个登录平台上面。再来华田油墨的先进有问到这个如果我不确定是不是还要使用
这个登录物质，那是不是一定要来废止？好，那还有这个亨通机械的这个先进呢，也都问到类似的问题哦，就是到底我没有要用了，我到底要来申报零呢，还是我要废止？这个原则上呢，您一旦完成了登录，是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去废止它的只是说您的登录码一旦有效它只要在有效的期限内，都一定要来完成年度申报所以这个不废止的情况之下，就是要完成年度申报。那您不想年度申报呢，就是来进行废止就是针对用不到的、很久没有用的这些物质就只有这2种方式。好，再来我来回答这个樊一德跟联智科技2位先进的提问这是相似的内容就是如果说已经完成了年度申报了，那我还能来这个废止吗？或者是说还能再来修正那个数量吗？这个如果说这个废止的事实发生的日期呢，已经发生这个就是您在申报的截止日期前呢，都可以来这个申请这个废止。但是如果说您申报截止前呢，您都还没有废止的话，那这个就一定要完成申报所以如果在今年9月底前，您决定要废止，都是还可以来废止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您决定不废止，那就一定要在9月底之前完成申报，即便是要填0，都还是要完成申报。好，那再来亚界贸易的先进有问到，就是刚刚说明会中提到的有4个值被指定要在期限内完成危害评估及暴露评估，是哪4个物质呢？好，这边的话在登录平台上面也有登录平台上面也有相关的资讯。那我这边整理一下就是3氧化二锑3氧化二锑，那硫酸甲苯、氧化锌这4个物质3氧化二锑、硫酸、甲苯、氧化锌是目前4个被指定要在今年底之前要完成危害及暴露评估的这个物质。好，那再来联智科技的先进也有问到这个既有化学物质第1阶段登录完成之后，如果超过1吨就要进行标准登录。那这个标准登录是不是每年都要做刚刚前面说明会有提到就是目前这个要做标准登录的只有106种物质不是所有超过1吨的物质都要做标准登录，只有106种指定的物质要进行标准登录那它也必须达1吨达1吨才需要做标准登录。那标准登录只需要登录1次只需要登录1次就可以了它不像年度申报，因为它叫年度申报嘛，所以每年度都要来申报。但是标准登录呢就是1次，跟第1阶段登录一样，都是1次。好，我再来看一下陆续还有这个先进提问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那如果说这个您已没有什么问题了您只是想要听听看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先进提的问题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您可以先填满意度调查表再次提醒大家当然也有很多先进是还没有签到的还没有签到的呢，也请大家点击这个讯息栏里面的连结完成签到这个对大家影响很大这个请务必完成签到再次提醒那也有先进有提到说他签到失败可能是 QR code 扫不到，那扫不到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点击这个讯息栏里面有连结，可以点连结点连结就没有扫不扫得到的问题了好，那再来这个花王的先进有问到这个补充资料8、9大项是12月底前提交，还是12月底前要审核通过？那有没有这个补充次数限制的规定？在补充的期限呢是12月底前有提交就可以了有提交就可以了。如果是标准登录的话，必须在期限之前拿到完成码要完成，但是因为是补充嘛因为是补充资料，所以比较有一些弹性那但是呢它最大的这个底线呢就是12月底前要提交要提交上来那这个
补充的次数有没有规定哦？补充次数在这个补正这边，补充资料这边是没有规定的啊。不过目前目前在补充资料的部分，因为审查人员给的审查意见都很具体哦，都蛮具体的，所以目前很难超过2次啊，因为审查人员会尽量来协助大家给出具体的意见，来协助大家尽快完成补件。哦。那再来，后续还有先进提问哦，我们再看一下哦，我们一些时间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先进哦，他的问题比较特别哦。这个赢泽哦，赢泽的先进有建议啦，算是给建议哦，建议这个由输出者哦，输出者应该就是指原厂嘛，输出者原厂这个国外提供这个产品的业者建议由国外提供产品的这个业者知道东西会卖给谁，那然后其实这个赢泽的这位先进其实我没有很理解您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我自己的解释以目前我的理解您听听看如果说我的理解有偏差，您可以会后我们可以再用这个电话的方式或信件的方式，我们再来做个交流。原则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登录办法规范是台湾本地的制造或输入业者。那您只要是台湾的业者，您有制造或输入化学物质的行为，就有义务来了解您的这个化学物质是什么它的特性是什么并且呢依据这个登录办法来完成登录那您说这个国外的输出者需不需要负这个管理或者是登录的义务呢？这个是在登录办法是没有去规范到国外的输出者的只有规范到国内。那如果说您有保密的需求，也就是您希望说这个原厂进口到台湾之后，只有特定的某些公司知道这个物质的产品的讯息那可以透过指定的代理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原厂他会去指定代理人，由代理人来处理这个化学物质所有相关的这个登录跟申报的事宜，来避免这个相关的商业机密泄露给其他这个业者所以如果说有保密的问题，是原厂通常会找代理人来处理我不确定您想要问的是哪个方向，我就把我能理解的尽量解释给您听。再来华测的先进有问到登录码废止后这个怎么知道有没有我申请完登录码，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完成废止？然后怎么知道主管机关真的有收到我的这个废止的申请？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有相关的提问，我们一并回答就关于这个废止申请的部分，怎么样能够知道？好，那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废止的部分，大概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是登录人因为这个化学物质的登录码是由登录人有义务来做申报嘛所以登录人他在确定要废止的话，他会收到纸本公文的通知就是确定这个登录码废止了。那这个案件的代理人呢会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通知就是纸本的公文会回给登录人，但是这个案件如果有代理人的话
案件的代理人同时也会收到电子邮件的通知所以会让代理人跟登录人同时都会知道说这个案件这个登录码已经完成了废止这样子。好，那这边有关于这个工具和系统的问题，可以先请这个雷工程师来为我们做个说明。好，我要先补充一下，刚刚华策先进有先问到这个登录人申请登录码废止，然后代理人确认申请，然后后续没有收到通知。那这个部分，因为贵单位应该主要是以代理人的身份来确认申请啦，然后因为我们主要通知都会以登录人为主，那我们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已经有修正。我们调整的系统就是依据主管机关的要求，就调整的系统，让我们的登录码废止申请完成之后呢，也会把相关的邮件寄给代理人。那这部分可以请先进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有没有正常的收到。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建议说我们可以不定期的到我们系统上去确认说这个案件的登录状态目前是怎么样。那也可以确认说这个案件有没有完成废止。那再来有元庆贸易的先进提到说，当初是完成既有化学物质标准登录，那如果有新的工具版本做更新，那以前就有登录过物质资料需要做什么更新吗？那这边回应一下，如果您当初使用的版本已经完成核准登录了，基本上你是不用特地因为我们有新的工具释出而去更新你的资料。那除非说您的物质是刚好可能是标准登录2级以上，或者是指定的目前需要来补充8、9项资料的这些物质，那您可能就要先看你手上的这个资料能不能直接汇入到我们的新版的工具里面。如果不行的话，那代表你是使用最旧的那一个版本的档案来完成登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请您先到我们的登录平台线上去下载一份可以汇入新版工具的那一个档案版本。然后再以那个版本来去做更新您的1、2、8、9项的资料，然后再来做资料变更与补充的动作。好，那我这边看一下，有看到先进有提到福特先进有提到那个今年初有输入化学品的既有化学物质有达标准登录的要求，但是在年中之后，这个化学品是改为以国内来做购买。那这边是有问说还有需要申请标准登录吗？那这个首先要先确认说您的这个年初输入的这个化学物质有没有来做第1阶段的登录，并且取得到这个第1阶段的登录码。那如果有的话，依照我们登录办法的规定，你还是要完成相关的标准登录作业，甚至是明年的年度申报作业。那这个是看你有没有取得第1阶段的登录码。那如果说您确认这个物质呢，未来全部都是改由国内采购，并且你其实还没完成第1阶段的登录，那这个物质就不需要来做登录了。好，再看一下。这边崇浩光电的先进有问到说，公司是以进口物质为主，那这个进口的化学物质配方是在国外原厂是保密的，那国外是不能来进行登录，这个要怎么处理？那这种情况下，贵公司是属于登录人的角色，那国外的原厂，请先确认说这个原厂是不是在台湾有固定配合的第三方代理人，然后可以洽询这位代理人来协助你们完成登录。对。那目前的问题应该都有回复到了。那如果还有先进想要再
更进一步的提出更详细的提问的话，那可以再来提供。那以上说明。好，谢谢雷工程师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刚刚如果说有听不清楚，或者是觉得回答还没有完全的能够解答到您的提问的，您可以在不管是用提问单再次提问，或者您可以写在满意度调查表。我们的满意度调查表里面呢，也保留了栏位，让大家可以来反映您可能这个在说明会当中可能有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会后才想到的也可以写在这个满意度调查表中。那我们会这个会诊之后，也会再跟您联系如果说有必要跟您面对面的去厘清一些状况的话，都会打电话再跟您做联系所以也请大家记得帮我们填写一下满意度调查表。好，那我们时间也刚超过一点点，好，超过一点点，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透过满意度调查表来进行提出。我们目前收到的提问都已经回答完毕。好，那今天的我们的会议就到这里。好，那如果说这个您在会议中呢还没有签到的，我们在画面上这边都有签到单，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讯息栏留言区这边都会有签到的连结务必要完成签到。好，那非常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说明会到这里，谢谢，拜拜。谢谢，拜拜。